自古情义两难全，若要真的面临选择，还应该舍情取义。那彩彩姑娘的意思就是说，所谓江湖道义，就是要人去做一个无情之人了。若为苍生，宁可做个无情之人。如此，方得正道。好，那我也要吟诗一首。姑娘请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，好诗，好一首悯农诗啊！春花姑娘好文采。哎，我还有一首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这叫什么诗？怎么了？这是秦公子7岁时做的诗，你不知道？这竟然是秦流风的原创，系统在开玩笑。儿时细作，春花姑娘有心了。谁有闲工夫去背你的诗啊？我只是一时兴起罢了。我还有2只黄鹂，1只红线，不吉利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以前有一个人告诉我，这是首伤心离恨之词。每当他念起时，都故作镇定。现在的复古种，跟他当时一模一样。原来上官洞中也有牵挂之人。不，他早就死了。可复古主牵挂那人，看来还苟延残喘着，只等长生果续命呢。是你那抢来的师娘吗？你，傅楼，没想到你也在找长生果。长生果的消息，只许你们白道知道。你看见长生果了？哼，蠢货，还想跟本座套话？冯掌门杀掉医圣，不成问题。本座可没有那么好对付。副谷主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！堂堂西沙派掌门，为了长生果竟然杀掉医圣。若是被你们所谓武林正道的人知道，谷主，有话好好说。好，那你去把那名死而复生的女子抓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糟了，忘了秋月这2个字不能提。春花姑娘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在下学过几招岐黄之术，
待在下看看，咱们再做判断。怎么样？不急。在下早年间曾学过几招针灸之术，待我给他针上几针，片刻就会醒来。从没听说过秦公子也懂医术。春花姑娘，你可醒了？啊，我头疼，我想回去睡觉。春花姑娘方才定是饮了酒，又吹了凉风，我让风姑娘带你回客栈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就能走。他是装的是吧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各位少侠，是何用意？今日是我武林正道盛会，这丫头信口雌黄，偏偏说出那2个字，莫非本就是魔教妖女？是在下疏忽了，忘记告诉春花姑娘这些忌讳，但姑娘也并非有意。少庄主侠义，可这姑娘究竟是何身份？少庄主与她又是何关系？竟要如此为她开脱？在下并非为春花姑娘开脱，只是我觉得错不在春花姑娘，而在秋月2字。怎么？区区2字，竟让诸位如此惊慌？我等应该同心协力铲除魔教，不应在此咬文嚼字，忌惮区区一个名字。莫非诸位真的怕他？我等自然不怕他，只是不屑提这2字罢了。即使不怕，将来铲除魔教，匡扶武林正道，还要仰仗各位。今日风雅盛会，不要让兵器出鞘，寒光闪闪，坏了气氛。我特意请了几位月芳姑娘，且听几曲清音，添些诗情画意，如何？2位姑娘，请。多谢秦兄大义。你以后谢我的还多着呢。幸亏我聪明伶俐，不然……他怎么又来了？酒量不行，还偏要逞强。哥哥这是要干嘛？不是吧？既然小春花不想吃药，那哥哥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了。哥哥，你就别戏弄我了。
为了给你偷心法，我命差点都没了。哥哥还是很心疼你的，还特意跑来帮你解酒。我何时提心法了？对了，哥哥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要是被人发现，可就完蛋了。怕什么？把他们都杀了不就行了？嘘。来了，拿出来。何物啊？你明知故问啊！心急，吃不了热豆腐。留步。我爹托人打探，花家坚称，花小磊已死。死因为何？花家对此事讳莫无言。不过，等你看到花小磊生前画像，或许你会对此事另有判断。这画像你是不是看过？我怎么可能看过？我秦某的为人，你还不相信吗？不信。哥哥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萧白那个未过门的妻子花小磊，死于火海。确有此事。连尸体也没有找到。不错。那到底是谁纵的火？纵火的就是你。怎么可能？小真花可别忘了，萧家失火时，你也在萧家。我也在。你骗我，我不信。小真花果然健忘，你呀，以前鬼点子多。所以就混进了凤鸣山庄，说是要替哥哥偷心法。哥哥说的可都是真话，我真的是纵火的那个人。千真万确，不过是杀人放火而已，紧张什么？萧兄，如此下去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睹花家小姐的真容啊？哟，离生记的鞋。哇，星云记的项链。秦兄，你还是出去吧。啊，来。这神神秘秘的，谁稀罕？我还是不信。妹妹这是怀疑哥哥。不敢，我怎么敢怀疑哥哥？春花姑娘在吗？
我在啊，风姑娘，找我何事？这次诗会我特地带来了土产新茶，不知道姑娘肯赏光，与我品上一品吗？好啊，那我这就来开门。去吧。春花姑娘，风姑娘，我这酒醉未醒，实在是不方便与你相见啊。那你正好喝些新茶，我替你解酒啊。风姑娘，我与春花姑娘有要事商议，你不如稍等片刻。既然萧公子与春花姑娘同在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萧公子，你怎么？我来找春花姑娘，有要事商议。可我刚刚明明在她屋子里听到你的声音。风姑娘怕是听错了吧？我刚刚明明在秦兄的房间。难道是尾生之术？春花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要进来了。风姑娘可能是因为诗会之事过于紧张了。可我明明听到是2个人。姑娘怕是累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既然萧公子要与春花姑娘讨论要事，我便不打扰了。姑娘，你好些了吗？不好，一点儿都不好。哎，我就觉得我这个头晕啊，胸闷，还想吐。小白，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发烧啊？我这就吩咐小二去拿一些醒酒汤来。哎，不用。小白，你陪陪我就好了。春花姑娘，其实我是有要事要请教姑娘。既然姑娘酒醉未醒，那我还是改日再来问吧。小白，姑娘酒醒了。小白，你陪我出去吹吹风吧。小白，姑娘请先说。今夜秋风习习，月那个朗星稀，你也觉得不错吧？姑娘不妨直说，百无禁忌。不是不能提吗？害得我撞嘴。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
出来吹吹风，果然清醒了很多。姑娘没事就好。小白，今天诗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没有想起来其他的诗，一时词穷我就……姑娘并没有错。若非魔教兴风作浪，武林岂会人心惶惶？只是之前的事，春花姑娘一点都不记得。我是上官秋月的妹妹，还是我放火烧了凤鸣山庄？不记得。不过小白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。关于姑娘的一切，在下我都想知道。既然秦公子无心对弈，那我就不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冷姑娘留步，秦某给你赔个不是。秦某并非心不在焉，只不过有些事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莫非又与那春花姑娘有关？怎讲？诗会那天，春花姑娘一鸣惊人，可算得上是名扬天下了。春花姑娘并非武林中人，不拘小节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你这般袒护，好像本姑娘故意责怪了她似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本姑娘才不在意你什么意思。秦公子一句一个春花姑娘，不如找那春花姑娘说那蹊跷之事去。可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我醒来之后的事情。那在醒来之前发生过什么？姑娘是不是被贼人所害，或者……我只记得，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人是你。我只记得，公子不管是习武还是做任何事情，都无比的专注。我只记得，每当春花有危险的时候，公子总会出手相救。我还记得，我误入公子私堂。在下鲁莽，请姑娘还是不要记得这样的事。哦，我忘了。哦，姑娘一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了，现在可还有胃口？小白最贴心了。有。我有话要跟萧公子说。风姑娘，你有何事？武林之事，春花姑娘怕是不感兴趣。春花姑娘，你9岁方醒，还是回屋早点歇息吧。好吧。姑娘请讲。今日诗会，风姑娘，今日春花姑娘并非有意，只是酒后胡言乱语罢了。公子为何如此轻信春花姑娘？我武林正道，行事光明磊落，从不妄自怀疑任何人。更何况，春花姑娘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弱女子，她心思单纯，只是有时行事鲁莽罢了。
并未有恶意。可我明明在门外听到尾声之术，打开门只有春花姑娘一人，这作何解释？风姑娘，在下自有分寸，只是现在不便言说。公子，天听则暗。谢姑娘提醒。天色已晚，我送风姑娘回去歇息吧。还有一事，小女送给公子的衣服，不知是否合身。在下还没来得及试穿。倘若不合身，公子记得告诉我，彩彩随时裁改。没想到秦公子这样的才子，也不是花拳绣腿之辈呀。三脚猫功夫不及枭兄一二。春花姑娘和枭兄昨夜聊得可好啊？很好啊，还去吃了点宵夜。哦，对了，秦公子，我推荐给你啊，路边街角有家馄饨店特别好吃。姑娘对身份有所隐瞒，可是有苦衷啊。隐瞒？我有大魔头哥哥，还是我是纵火犯？换作是我，就不会这么傻。若是被公子知道，岂不是……秦公子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就听不懂啊！昨日诗会之事，枭兄虽不至于怪罪春花姑娘，可若是春花姑娘有心欺瞒，枭兄心中必会生出嫌隙。到时候，你们家小白被别人捷足先登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秦公子说笑了，我一个失忆之人，怎么可能会有所隐瞒呢？对吧？春花姑娘可收拾好了？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准备回去了。多谢冷姑娘提醒，我这就收拾。爹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昨日诗会之事，为父已有耳闻。果然如爹爹所言，此女子不可信服。况且，还不仅如此，昨日春花姑娘露出了马脚，伪装成萧公子的声音，与我隔门对话。果不出我所料，尾生之术，乃魔教独有，常人岂是轻易能会？可昨日我与萧公子说于此事，奈何女儿没有证据，使她无法信服。唉，盟主重病，有心无力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呀。你把他带到城郊树林，为父在那里等着你。你我二人对他审问一番，必定可以问出更详实的证据。等我回了凤鸣山庄，我就能跟小白单独相处。春花姑娘今天不必回去了，我和少庄主说了，要和你出去逛一逛。什么意思呀？